你刚穿越到艾斯美拉达，就被艾美拉鲁王收养为义子。距离贝利亚入侵这里还有5-6年，为防止成为最快嘎掉的穿越者，你第一时间来到行星阿努，在触摸了下蓝脖子上的帕拉吉碎片后，便听到一道神秘的声音在脑海响过，随后登上飞船离去。侍卫很是疑惑，殿下，我们跨越了半个宇宙，就这么回去了？你摆了摆手，此行目的已达成，回去吧。待侍卫离去后，你从口袋里掏出一柄红白相间的短剑，净化信赖者。但我可不是可命的势能者，而是尊贵的诺亚人间体。原来在触碰到帕拉吉碎片的那一刻，你见到了宇宙的第一道光，诺亚，他将自己的光赠予了你，成为被勒死成为诺亚奥特曼唯一的人间体。当然这不是免费的，由于你提前接触诺亚，导致大宇宙的黑暗和光明失衡，因此需要去执行一些任务，过程中会从奈克瑟斯慢慢进化成诺亚。7天后，你告别了艾美拉鲁王，掏出进化信赖者，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下变身成奈克瑟斯离去。没多久，你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，稍微观察一番，便清楚这是所有奥特的新手村迪迦剧本。此时正是 TPC 刚刚改组成立，连胜利队都还不是完全体，而世界又因为自己的出现，导致会提前很多灾难。3个黑暗巨人斯菲亚、加坦杰厄、基里艾洛德之神，以及比加坦杰厄还要大的蜗牛妈妈达拉邦都有可能出现。于是乎，你先去找泽井总监摊牌，准备把 TPC 战力搞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沉寂了3000万年的露露耶上空出现了一个金色漩涡。露露耶，黑暗3人组，不知道你们比起卡尔米拉那3家伙魄力又是如何呢？说着时，一道金色身影缓缓走出，只见他双手打出一发金色能量，破开了3000万年的封印，窜入黑暗3人组的计时器里。伴随着石块破裂的声音，小金人神秘一笑：迪迦奥特曼，你留在各个世界的传说太多了，如果没有了你，未来一定会相当有趣。岩壁消失在露露耶上空。另一边，你找到泽井总监，在他面前拿出进化信赖者。当感受到那一跳一跳的光芒，仿佛在引动自己的心跳时，泽井不禁开口询问：你是光吗？你笑了笑：我既是光，也是人类。来到此地，就是因为光与人类的羁绊，也是我们这一类人的使命。从很久很久以前，亦是如此，至此亦数已成。泽井毫无保留地选择相信，很荣幸能够作为人类和你交谈。我是 TPC 总监泽井。你伸手一握，光的纽带，陈平安。没多久，泽井颁布新条例， TPC 大规模化发展武器，顺带拿出许多先进设计图，都是你从艾斯美拉达顺过来的。这一举动令全世界都诧异不已。向来喜爱和平的泽井总监，怎么会一反常态呢？ TPC 运输部宿舍内，大谷在睡梦中惊醒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个黑袍女人掐住我的脖子，还不断叫我迪迦？然而当大谷去洗漱时，发现脖梗处居然有5个手印，这好像并不是梦。露露耶一记，卡米拉睁开了眼睛，找到了，她和3000万年前一模一样，不过现在好像还是个人类，并没有成为迪迦。达拉姆疑惑：那你知道是谁提前解开封印的吗？卡米拉摇头，不知道。但不管是谁，我现在只想找迪迦报仇。大概再有2年时间，我们就能彻底破开封印，届时也能知道是谁在算计我们。1年后，胜利队基本组建完毕，唯独大谷与野瑞还没加入。居间会依旧是队长，而你则任副队长。正巧地球出现第一个外星人黛西马尼亚，泽井就在附近，先行过去查看。当居间会与你赶到时，发现天空中有着许多小型黛西马尼亚， TPC 队员也都在奋力攻击。突然，一个巨大的黛西马尼亚飞出，瞬间击杀了数十个 TPC 队员。接着一道红色光束弹朝泽井发射。总监！居间会第一时间护在前方，脑海中已经闪过走马灯。然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，看到一道金色的光照着自己和总监，而你则站在他面前。队长，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啊！岩壁左手握住进化信赖者的剑鞘，拔出，光芒闪烁间，两人看着你的身躯忽然变高，再高，还高。顷刻间，一个身高49米的银色身影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。光之巨人，怎么可能？地球上还有其他复苏的巨人？泽井则狠狠地吞了口唾沫，这就是你真正的样子吗？而居间会则狠狠地掐了一把大腿，不痛，原来是做梦。你当然感觉不到痛，因为你掐的是我。居间会这才反应过来，再度掐了自己一下，好疼。但眼前的就是光吗？见黛西马尼亚朝你直线冲来，你露出不屑，全身散发红色光芒，旋即伸出左手，黛西马尼亚当场定格在空中，气场幻影，奈克瑟斯的经典招式。接着十字光线风暴，轰！巨大的黛西马尼亚当场炸裂，化成了地球能量循环的一份子。你开心的笑了，能用超能力和光线，谁搁那近身肉搏？另一边，泽井也坐上救援车离去，可还没开多远，汽车缓缓升起。总
总监！居建辉刚想上前营救，却被几个小型黛西马尼亚阻拦。眼看汽车要被吸到天空之际，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年轻人一跃而上，麻利的大开车门，带着泽井跳到地上。见计划失败，黛西亚马尼军团也随之离去，留下一句狠话：可恶的人类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泽井笑着望向眼前的小伙子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刚才不害怕吗？报告总监，我叫袁大谷，保护您是我的职责。说完，大谷潇洒离去。泽井看了眼他的背影，内心感到一股羁绊。此时离开的大谷还不知道 TPC 最牛逼的存在将成为他的兄弟。不远处，三个黑暗巨人的投影缓缓现身。达拉姆摇了摇头，迪迦还是那么忙。希特拉耸耸肩，他不忙也不是迪迦了。回去吧，我们一天只能投影半小时。不久后，大谷获得录入胜利队的机会，但需要经过半年多的训练，由你亲自执行。主要原因是想把他打造成法王，尤其是断脚狂魔这点。万一以后脾气上来了，把我的诺亚之翼当脚给砍了怎么办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大谷经历的训练那叫一个惨。你坐着皮划艇，拿着皮鞭，追着他疯狂鞭策。大雄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啊！痛死了！大谷边嘶吼边疯狂往前游。结束后，你又开来一台吉普车，对着他就是地板油。太球！太球！我他妈要是真的不理解！这一刻，你总算体验到拐杖新人的快乐，就是不知道大谷有没有体验到凤元的快乐。眨眼间半年已过，某天早上，大谷鼻青脸肿的：队长，我做噩梦了，有个黑袍女子称呼我为迪迦，边喊还边殴打我，足足打了5个小时。闻听此言，你震惊了。大谷，有个泼天的富贵，就看你能不能接得住了。夜幕降临时，变身成奈克瑟斯来到露露耶附近，黑暗三人组直接冲了出来。三位好，大晚上的出来遛弯啊！卡米拉盯着你看了半天，你不是3000万年前的巨人，但我没兴趣管，只要别妨碍我找迪迦报仇就行。你摆了摆手，你们找迪迦报仇，干我家大谷做甚？大谷就是迪迦！达拉姆忍不住插嘴，真正的迪迦早已离开地球，大谷只是有他的基因罢了。希特拉姆不屑，别以为你也是奥特曼就能吹牛皮，现在3打1，优势在我。卡米拉沉默片刻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没错，你笑着点点头。卡米拉，你只是恨迪迦投向光明时为何不带上你，没错吧？卡米拉点头同意。对的，如果能再见他，我一定要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不带我一起。什么光明与黑暗，我根本就无所谓。说着时，卡米拉的恋爱脑彻底爆发。你提出建议，你们留下来帮我和大谷打败那个鹦鹉螺，我带你们去找真正的迪迦，如何？达拉姆懵了，打那玩意儿？当年如此头巨人都没打过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们能赢？ Shut up！ 卡米拉做出决定，我答应你，但万一打不过，我们会提前跑路。成交。待你离去后，达拉姆也同意卡米拉的决定。希特拉急了，你们这就要转投光明了？那我怎么办？达拉姆像看傻逼一样的看着他，哥几个都变成光之战士了，就你还是个黑暗奥特曼，你也不想被我们几个代表正义消灭吧？一日，大谷来到训练场，就看到你一脸坏笑，准备好迎接泼天的富贵没？顿时大谷感到毛骨悚然，还没来得及多想，黑暗三人组从你身后走出，他们是绝对的高手，从今天起负责你的训练。高手有多高？大谷疑惑。你淡淡报出3组数字，一个49米，一个62米，一个57米，够高没？一旁居监会看着3个人开始狂揍大谷，有点不忍心。我看他们不像训练，反倒是有点私人恩怨，下手那股狠劲不像是装的。你笑了笑，有仇是真有仇，但不会打死，因为他们是真的能让大谷熬成汤。一旁星辰发出疑问，难道他们是大谷的师兄姐，牵扯到什么武林恩怨？丽娜疑惑，你怎么会想到这儿？星辰耸了耸肩，闲的没事要看华夏的武侠小说呗。哦，说起看小说就一定要上棋，抱歉还没接到。你瞪了一眼星辰，给我去练飞燕号，坠一次机的维修费用从你工资扣。转眼又过去小半年，大谷除了被各种特训外，还得负责黑暗三人组的伙食，跟他们关系搞得算缓和不少，自身实力更是呈爆发式增长。而你也感受到进化信赖者在逐渐变强。难道当黑暗走向光明的时候，我也会获得更多的光芒吗？没多久 ，TPC 调查小组带回一颗陨石，当看到的那一刻起，你知道地球开始要动荡了。果不其然，内蒙古出现怪兽戈尔赞，飞燕1号、2号同时出击。这一次
次跟 TV 不一样，由于提前研究了先进武器，成功击退了戈尔赞，令奇洼地洞狼狈而逃。胜利队队员也第一次在怪兽身上尝到了胜利的美酒。带回到会议室，陨石已经被切割开来，露出了藏在里面的时光机。大古看到时，总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要蹦出来了。你一脸坏笑，在时光机上按了下，会议室灯光全暗，一道幽莲的全息投影出现在中央。绝景快速将语言翻译机连接上去。各位，我是地球警备团的团长幽莲。怪兽戈尔赞与梅尔巴即将复活，能够从大异变中保护地球的唯有迪迦之地的巨人，而想让巨人复苏的办法就是……翻译到这里时戛然而止。绝景表示不用慌，副队长很早就让我升级翻译机了，只要2分钟就好。与此同时，正在 TBC 食堂干饭的卡米拉3人组忽然停了下来，是那个臭女人的气息，我现在就要去宰了她！达拉姆急忙拦住，冷静点，幽莲这个时候出现，很可能是来引导迪迦复苏的。听着这话，卡米拉咬了咬牙，开始啃起盘里的牛排。今天我就先放他一马。会议室，众人在等待过程中收到复活岛的讯息，梅尔巴也因幽莲所说出现在那。大古很是激动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2个怪兽都出现了。大古，你稍微冷静下。丽娜急忙劝阻，而大古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俩玩意儿就他妈要的来气。搞定，大家快来听听。随着幽莲再次出现，关键话语总算翻译出来。让巨人复苏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大骨熬成汤。绝景，你确定没翻译错？把大骨熬成汤，也太惊悚了吧！你赶紧让绝景再调调。而此时，伪装成人工智能的幽莲心里也是跑过了10000只羊驼。把大骨变成光能翻译成把大骨熬成汤，你们那翻译机砸了吧！2分半后，幽莲的话再次被翻译出来。让巨人复苏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泰国咖喱。沉默，全体死一般的沉默。绝景，要不你还是把那玩意儿给扔了吧！一会儿要把大骨熬成汤，一会儿要把它做成泰国咖喱，也太惨无人道了吧！突然，丽娜想到一个问题，这玩意儿不会是要特定人才能听得到吧？有道理，居间会让每个人单独面对一次时光机。轮到大古时，本想着又听一次自己被熬成汤，没想到让巨人复苏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大古变成光。幽莲总算松了口气，还好眼前这位正主是能听懂。待消失后，大古呆呆地走出会议室，你拍了拍他肩膀，到我了。走进会议室，幽莲直接蹦了出来，你是光之巨人，也是3000万年前留下的。你微笑摇头，那您没必要参与到地球的纷争中，没必要陪我们去面对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。你笑了笑，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，但光是需要传承下去。闻言，幽莲怔住了，朝你深深的鞠了个躬，消失在原地。就在这时，居建会推开会议室，野瑞已经找到迪迦之地的金字塔了，各位立刻出发，由陈副队安排人手。你当即领命，大古，你独自驾驶飞燕1号，我和总监坐另外台飞燕1号，其余的上2号机，3台飞机当即出发。达拉姆看到后小心翼翼地询问，我们要去看看吗？当然，3000万年了，就算见不到老朋友，看看他的尸体也是不错的。说罢，3人化作黑光飞出基地。一路上你告诉了泽井幽莲的正确翻译，果然我当初把大古招进来是正确的。那怎样他才能变成光？你嘿嘿一笑，当大古遇到致命危险时，他和迪迦就会产生感应。那致命危险从何而来？我给他的飞燕1号做了点手脚，言毕你还朝不远处的大古招了招手。大古下意识举手回应，泽井无语，你个老六。没多久，胜利队找到了迪迦之地的金字塔，打算将3个巨人石像给运输回去。但梅尔巴与戈尔赞也即将赶到，于是众人先上飞机对他们进行拖延，以为跟内蒙古那次战斗一样可以轻松解决。下一秒，戈尔赞与梅尔巴发射光线，瞬间把胜利队给打清醒了。这俩怪兽不仅仅会养土，还会发射光线，紧忙猥琐起来。可这也让2怪兽靠近了金字塔，没几发光线，整个金字塔被摧毁，露出3个巨人石像。戈尔赞一个甩尾就把赫劳的腿给打断，梅尔巴发射光线，阿基雷斯也变成碎片。在戈尔赞把迪迦推倒后，唯一单人机的大古愤怒了，住手！开着1号机就冲了上去，救2道光线，飞燕号引擎被命中，大古立刻拉动紧急弹出杆，却发现无法启动，大古！星辰喊的是撕心裂肺，大古！而在另一架飞燕号里的泽井脸部有点抽搐，那个紧急弹出杆是你动的手脚？没错，不给大古一点压力，他是不会变成巨人的。眼看飞燕号要完成第1次坠机时，一道光来到迪迦石像面前。戈尔赞有点疑惑，啥玩意儿？怎么亮堂堂的？算了，先踩碎再说。眼臂朝迪迦胸口踩去。你激动
动不已，是迪迦复苏了，而且第一次是由本尊代打。果不其然，在本体意识情况下，戈尔赞与梅尔巴被打的是哭爹喊娘，尤其是梅尔巴被抓住各种痛打。戈尔赞见状悄悄退后，光之空间内，大古紧忙大喊：“大哥，刚就是这个家伙打落我的飞机，好，我给你报仇！”迪迦直接一个载配里奥光线干掉梅尔巴，正想去干戈尔赞，发现他已经绝地3尺，眼看要溜走之际，你大喊一声：“想跑，做梦 ！Next X！” 留下泽井一人在飞燕号里懵逼。我操，我怎么办？我不会开飞机啊！随手摸了下紧急弹出杆一拉，陈平安，你这个光之老六，2台飞燕号你都做了手脚。战场上，你来到戈尔赞旁边，一个倒拔垂杨柳将其拔了出来。戈尔赞绝望了，又一个光之巨人，无命休矣。不远处，达拉姆突然发表疑问：“卡姐，我感觉这个迪迦不是大古在控制，而是迪迦本体呢？”闻听此言，卡米拉一愣：“迪迦，你这个巴巴尔！”边骂边掏出变身器，黑色闪电席卷全场。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暗之力量，戈尔赞兴奋了，是邪神大哥提前复苏来救我。然当他看到出现的是卡米拉时，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死了。没错，卡米拉是黑暗巨人，但他跟迪迦那个崽种一样，都是奥特曼，喜欢打小怪兽的呀。况且3000万年前，我二舅子的3表哥的小叔子就是被卡米拉打死的。顿时童年阴影涌上心头。而变身后的卡米拉没有理会戈尔赞，对着迪迦一顿国粹输出，把对方给骂蒙圈了。以前的卡米拉是那么的温柔，怎么变得如此暴躁？反观大古已经麻了。卡米拉说的词儿，不正是自己被训练时骂的吗？我操！我当初竟然在骂一个黑暗巨人，难怪队长说他有49米。一旁的你看到这一幕，也不打戈尔赞了，一把将其囊在地上，当成肉垫子坐在上面看戏。好，戈尔赞都愣住了，这年头外星奥特曼都这么尿性的吗？光之空间内，大古看到他眼里对卡米拉露出怜惜，紧忙劝阻：“兄弟，这个姐姐很残暴的，天天就知道打我，还跑到梦里来打我。我劝你别话未说完，迪迦一把将大古掀到地上，滚一边去，那是我老婆。”此时，迪迦在本体的操控下，缓缓走向卡米拉。迪迦，你这个狗！一句话还没说完，迪迦的手放在了卡米拉的脸上，两奥就这么定格在原地。忽然，迪迦计时器闪红，气氛瞬间破坏。你立刻抬手补了一道光能量，迪迦又支棱了起来。大古无语，不是副队长，你是有什么大病吧？让他消散不好吗？唯有迪迦转身向你点头致敬。没等他转回来，卡米拉一把凝住其右手，然后一记断子绝孙顶，砰！实在是太痛了。迪迦化身为无党派，缓缓地跪倒在地。你叹息一声，无敌的迪迦倒下了。戈尔赞对此深表赞同。光之空间内，大古破口大骂：“你贱不贱呐？都告诉你那女人做梦都在打我，你居然敢上去摸她的脸！见过裹小脚的，没见过奥特曼裹小脑的。”原来迪迦目前所遭受的所有痛，大古都切身体会。此时卡米拉缓缓走来，被封印3000万年的痛，岂能这一下就消散？迪迦一手无挡，一手朝前挡着。对不起，如果道歉有用，要 TPC 有什么用？你觉得整个 TPC 打得过你？卡梅拉见迪迦不说话，继续发问：当初为何不带我一起变成光？难道你觉得我真要一条路走到黑？你凭什么认为我卡米拉不会变成光？迪迦懵了，他做梦都想不到卡米拉居然如此真实。对不起，卡米拉冷笑，你现在不过是一道残存的意识。告诉本体，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到他面前，问他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变成光。说罢朝你走去，起开！你很识趣的让开位置。接着卡米拉无尽的光边抽在戈尔赞身上，巴巴尔迪迦，让你抛弃我，让你背叛我，让你不带我一起变成光。此时此刻，戈尔赞直接服了，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，但心里的痛又能向谁诉说？虽然我不是人，但你们这群奥特曼是真的狗啊！戈尔赞是被活活打死的，死的时候甚至还在抽搐。迪迦上前拦住，好了，别打了，他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卡米拉瞥了眼，胡说，他明明还睁着眼睛，你再也忍不住了，人家那是死不瞑目。没多久，迪迦飞走了，众人也发现大难不死的大古，我兄弟居然是迪迦奥特曼，可得好好护着。回到基地后，众人就新出现的3个巨人为由开了个会。吉冈局长认为奥特曼是敌人，尤其是那个女奥特曼，一身黑暗，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声音不大，却被在食堂干饭的卡米拉给捕捉到了。要不是你跟大古都在里面，他早就去把吉冈砍成薯片了。泽井无语，奥特曼是友好的，我说了算，我是总监还是你是总监？吉冈无奈，只能
能吹胡子瞪眼睛。一旁丽娜赞同，巨人没有对我们攻击，反倒是一起打怪兽，肯定是好人。星城也骄傲起来。没错，这次多亏他们，下次我一定要让巨人见识下我星城的王牌驾驶技术。你瞥了一眼，就你那驾驶技术，注定只有坠机，除非不跟大古一起开。但有我在，你俩必须锁死在飞燕1号上。这时中方举手发言，我有个想法，给巨人起个名字，他们仨像山那么巨大，不如分别叫巨山超力巴1号、2号、3号，怎样？轰！你感受到 TPC 里有股黑暗力量在涌动，是偷听的卡米拉紧忙否定中方的建议，女的叫卡米拉，男的叫迪迦，另外一个叫奈克瑟斯，就这样定了。还有中方，你根本就不会起名字，别瞎起哄了。食堂内，卡米拉停止释放黑暗能量，希特拉紧忙打圆场。虽然大古不是迪迦，但好歹算是传人，我们要变成光，还得他帮衬。达拉姆笑了，哟呵，你不是不想变成光吗？怎么思想觉悟那么高？希特拉翻了翻白眼，我重新不行。东京单身公寓内，板桥光雄跪在一黑袍女子身前，一切已准备就绪。只要 TPC 敢在媒体上承认迪迦，那就给人类一点颜色 CC， 让他们知道只有伟大的基里艾洛德是神，才能拯救世界。几天后 TPC 接到警报，九良岛上发现怪兽踪迹，居间会让你带队去处理。没问题，大谷星城去1号机，中方丽娜跟我2号机出发。很快你们抵达九良岛，用热能探测器发现一共有2只加库马，你知道他们是一对儿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石头。综合起来，这俩玩意儿简直是在武藏的叉臂上疯狂跳舞。正打算商量怎么引出来，大地开始震动，2只加库马从地底钻出。大谷星城驾驶1号机去对付贝塔，中方与丽娜驾驶2号机对付阿尔法。收到。大谷与星城对视一眼，准备好了吗？星城，准备好了，这是咱们第一次合作，必定很愉快。话音刚落，贝塔嘴里喷出石化光线，星城一个甩尾躲过去。看到了吗，大谷，我帅不帅？刚说完，贝塔背上粉红色闪电暴起，击中了1号机的尾部。此时你站在下方，来了，飞燕1号的坠机首秀，我拍下来了。星城因震动昏迷过去，大谷气不打一处来，你真是个王牌飞行员啊！看到2号机被2头加库马在围攻，从怀里掏出神光棒。经过黑暗3人组的调教，大古驾驶迪迦的技术炉火纯青，上场就是一个雷欧飞踢，呲啦一声，阿尔法的双脚被踢断了。好，你大喊一声，一天2个名场面，待我把迪迦的所有断脚视频收集好，再剪辑出来发给光之国，不知奥夫一家3口会怎么想。就在这时，丽娜驾驶2号机绕到贝塔正面，发射德克萨斯炮，轰，贝塔直接被干成了碎片。轰，阿尔法一声悲伤怒吼，人类奥特曼3天之内杀了你，把你骨灰都给你扬了。背部粉红色光线再次发出，而大古直接切换空中型，飞至天上，各种简化版兰帕尔特光弹疯狂释放，王子战法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。仅1分钟，阿尔法连渣都没剩。见此情形，你欣慰的笑了。3个黑暗巨人训练有效果，大古总算把迪迦完成法师了。飞燕1号处，星城总算从昏迷中醒来，看到大古扶着自己在走，惭愧不已。要不是我回头炫耀，肯定不会被击落。下次一定要带大古击败怪兽。几天后，泽井决定向媒体公布奥特曼的存在，由居监会去执行，但你却有不同看法。人类中有隐藏的外星人，贸然站队奥特曼，容易引来他们的威胁。闻言极高那暴脾气上来了，我会派警务局布控，让居监会安心接受媒体的采访，一只苍蝇都别想飞进来。你点点头，这样安排最好不过了。闻听此言，吉冈哈哈大笑。泽井，你的兄弟也是支持我的。3天后，居监会带着丽娜在电视台接受直播采访，中方星城在暗中保护，绝景则拿着台电脑在检查，如果100米内有外星人的生命体征，就可以直接确定他们的位置。你与大古坐在车里待命。大古，你老实说，有怪我对你训练那么狠吗？怎么可能呢，副队长，托你的福，我现在猛地一劈。大古说着时，一把抓住你的胳膊，副队长，快看那腿也忒长了，比我的命还长。你转眼一看，我操，好白好长。再看看脸，我勒个擦，那不是基里艾洛德人大找庆子吗？果然他们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居监会也接受完采访，将奈克瑟斯、迪迦、卡米拉3奥公之于众。我们一致认为，奥特曼是对人类友好的一方。暗中观察的黑暗3人组不禁感慨，优廉的后代竟会帮我
们说话，真是令人唏嘘。希特拉点点头，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这是我在书上学到的总结。达拉姆一惊，你可别学了，我怕你像跟你名字一样的落榜美术生，突然某天给我们整点什么大活。希特拉无语，别说了，你们看那主持人，他有问题。卡米拉的眼神一凝，只见电视台里的女主持头发变成了爆炸头，掘井手里的电脑也发出警报，那女主持被外星人附身了。中方翻了翻白眼，老子没瞎。女主持笑了，愚蠢的人类，基里艾罗德人马上要统治地球，还不快话未说完，中方扣动扳机，电流控住了女主持，星城立刻补上一发特殊灵魂弹，能硬控外星灵魂10秒。如此科技都是你从艾梅鲁拉达带来的。接着星城冲上前，一个接一个逼斗抽在女主持脸上。基里艾罗德人是吧？来，要统治地球是吧？来，证明个给我看看呀！星城之勇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预料，主要是因为之前被你吐槽说整天就会坠机，啥也不会，现在有机会了，必须好好表现自己。中方紧忙提醒他，中了灵魂弹会失去控制权，又怎么说话呢？星城这才反应过来，对哦，不好意思哈。10分钟后，基里艾罗德人的灵魂恢复控制，第一时间开溜，甚至连狠话都没有放。大楼外，你与大谷接到中方的消息，立刻联合警务局封锁现场，每个要离开的人都需要扫下身份证。在排查过程中，你偷偷在大沼庆子与板桥光雄的证件上放置了纳米机器人。待他俩回到住所后，得知派出去的手下失利了，大沼庆子很是生气。板桥光雄，你去警告下居监会，如果他还不愿意对我们表示敬意，那就把东京电视台给炸了。嗨，胜利队司令室监听设备里传出一个声音：板桥光雄，你去警告下居监会，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对我们表示敬意，那就把东京电视台给炸了。听到这，众人都惊呆了，尤其是星城，对你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居然有一天我们能在自己的基地听到敌人计划的详细内容，简直跟做梦一样。居监会看了你一眼，副队长下令吧。野瑞负责监视东京电视台的动静，星城驾驶飞燕1号去负责关键一击，大谷驾驶另外一台飞燕1号待命，中方与丽娜负责上2号机支援。任务布置完毕后，你与居监会并肩走出，便看到一个黑影在镜头闪过，你俩对视一眼，笑了。待回到休息室，便看到板桥光雄站在里面，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。我是一个预言家。下一秒，一个大逼都抽在他脸上，板桥光雄的头旋转了360度。预言，信不信加古拉听到这话，把你18倍祖宗的头给砍下来？这一刻，板桥光雄气炸了。人类，你是在玩火！你竖起食指放在嘴上，嘘，小点声，我只是来听你说几句的。你，板桥光雄又破防了。为什么他说的明明是我的词儿，但我还感觉是在嘲讽我？一旁居监会发出疑问：你来这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板桥光雄笑了。居监会，神对你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，现在要么跟奥特曼撇清关系，不然神圣的火焰将会把东京电视台烧得一干二。话还没说完，你拎起他的胳膊，像绿巨人砸雷兄兄弟俩一样，开启疯狂砸房间模式，边砸边说：还搁这装逼，今天我就把你打成纯2B。半小时后，板桥光雄再也顶不住，化作一道黑光溜走。对不起了，队长，你的房间需要重新装修下，你有点不好意思。居监会倒无所谓，没事儿，今晚我睡你房间。刚想矜持下，居监会继续开口：你去和大谷挤一挤吧。你无语，下次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啊？没多久，胜利队监测到东京电视台地下有火焰攻击，立刻让星城驾驶飞燕1号使用钻地光束抵挡，成功阻止了基里艾洛德人的阴谋。可骚，这群人类的速度竟如此快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下基里艾洛德人的愤怒。看到这情景，飞燕1号、2号同时进攻，务必要将其灭杀。而在不远处，大沼青子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这个白痴居然贸然巨大化，万一3个奥特曼一起出手，他还有活路吗？另一边，你看着眼前的基伊，松了口气，女巫不亲自出手就好，大谷现阶段完全能对付，希望别出幺蛾子。战场上，基伊硬扛德克萨斯炮，毫发无损，数十把中方等人给吓到了。星城见状，操控飞燕1号在后面偷袭，却被基伊提前发觉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抬手一发预言弹，星城再次坠机，眼看要击毁人王时，大谷掏出神光棒，
无尽的愤怒充斥着他全身，居然敢击坠星城，欺负老实人是吧？刺啦一声，连续4发手掌切割使出，打的基伊是嗷嗷乱叫。在4个奥特曼的训练下，此时的大古仅需靠复合型就能把基伊当狗打。眼看板桥光雄要被活活打死时，不远处出现了4个基里艾洛德人。这是基里艾洛德人的分身？身后的绝景疯狂在电脑上分析，不，他们都是实体。中方当机立断，全体去支援巨山超力霸1号。战场上，大古面对5个基里艾洛德人，只能切换空中型迂回，可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很快就被几发念力波打中，倒在地上。迪迦奥特曼准备迎接神的审判吧！板桥光雄癫狂大笑，突然一道黑暗光芒闪过，是卡蜜拉前来救场。板桥光雄很是不屑，身为黑暗巨人，为什么要帮助愚蠢的人类？卡蜜拉冷笑，原因很多，但你不配听。板桥光雄笑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说罢，5个基里艾洛德人一拥而上，即便有卡蜜拉的加入，战况也没好转多少，主要还是因为刚复苏，卡蜜拉的真实实力还恢复不到5成。见此情形，你也顾不上什么，掏出净化信赖者 Nexus。看到奈克瑟斯登场，隐藏在暗中的大沼庆子也来了。既然都出现了，那就一起留下吧。话音刚落，5个基里艾罗的人忽然自燃，我们愿为了神的将领付出一切。你当即明白过来，快阻止他们！3道必杀光线同时出击，造成浓烟滚滚。但自古有烟就无伤，基里艾罗的人2代目登场。你明白，由于自己的参与，产生了蝴蝶效应，本该在未来才出现的基尔第3集就出现了。可现在问题来了，卡蜜拉实力未恢复，大古一大残，只能靠自己了。正想着，基尔一连串的言语弹发出，直接将大古打飞出去，在半空中就强行解体。First blood。好在人间体没晕，急忙找个安全地方躲好。你无奈一笑，卡蜜拉还能打不？可以，但单凭我俩未必能赢。让希特拉跟达拉姆一起来吧。话音落下，场中黑色光芒一闪，希特拉与达拉姆现身。前面那个2B，现在我们4打1，优势在我方，赶紧跪下来唱征服。基尔不现，3000万年前基里埃洛德之神就没把你们当盘菜。现在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以为你们又行了？说着时，基尔迈着闲庭信步的姿态上前，一把抓住达拉姆来了个过肩摔，再一拳轰下去，达拉姆回归人间体。 Double kill。希特拉见状飞上天空，王子战法开轰，然基尔变出双翼，在挡下了所有能量弹后，纵身一跃，击落了希特拉。 Triple kill。不要单打独斗，一起上！伍德那是胜利者所撰写的，能赢才是王道。卡蜜拉点点头，黑暗光线与十字射线风暴同时出击，直接将基尔整个都笼罩了起来，造成巨大的爆炸。成功了吗？你有点担心。下一瞬，基尔从浓烟中冲出，直接贯穿了卡蜜拉的身躯。 Quadra kill。大古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怎么会这么强？皎洁的月光下，基尔缓缓朝你走来，面色无比嚣张。你摆出战斗姿势，一跃而起，朝着对方就是一记飞踢，却被轻而易举地挡下。接着你继续进攻，来来回回的拳脚似乎占到了点便宜。唯有卡蜜拉3人看出，基尔虽然被打中多次，但却没受到一点伤害，反倒是你偶尔中一下，都是受伤不轻。砰！两者对了一拳后，你后退10几步，反观基尔纹丝不动。我就喜欢看你那无能为力却又拼尽全力的样子。来吧，再继续表演吧。你嘿嘿一笑，哦，那我喜欢看你穿嗨丝的样子，你喜欢吗？这话彻底激怒了基尔，抬手一发预言弹袭向了你身后的飞燕2号丽娜。大古想立刻变身，却发现神光棒暗淡无比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你一个马赫移动挡在了2号机面前，抬手释放出了圆形护盾，轰！预言弹不停打在上面，打得你不断后退。丽娜当即要操控离去，却发现操纵感失灵了，中方当即下令跳机快，结果还是一样，全部设备都失灵了。此时你还在被基尔疯狂攻击，不停地往后退，盾上也开始出现细细的裂纹。基尔笑了，笑得无比张狂。奈克瑟斯奥特曼，你就这样在想守护的人类面前，慢慢被我折磨死，成为基里埃洛德之神降临地球的垫脚石吧。边笑边加大念力涌动，很明显，飞燕2号是他做的手脚。20米、10
10米、5米，你的后背距离丽娜等人越来越近，而他们的眼眶也逐渐湿润。够了，已经足够了，你再这样下去会死的！咔嚓一声，圆盾上布满了裂纹，即将破碎。快走，我们不会怪你的。大古也是呢喃着，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？唯独你却依旧保持着笑容。我身后不只有你们，还有整座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即使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。刺啦一声，你的身躯散发出巨大的光芒，紧接着一道红色能量打飞了吉尔。大古看着这一幕，怔怔出神。奈克瑟斯他的形态转化了。TPC 总部，泽井眼前一亮，奇迹出现了。居建会也是激动的浑身颤抖，野瑞紧忙分析起来。奈克瑟斯的能量急剧上升，与迪迦的转化形态不一样，他这是全面提升数值。泽井松了口气，真是奇迹啊！居建会微微一笑，他的出现本身就是个奇迹，不是吗？战场上，你释放粒子之雨，在基尔胸口划出一道孔子，顿时令其念力失控。丽娜急忙驾驶2号机远离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变得这么强？反观你没有理会，冲上去就是干。准歌红形态下，你全方面碾压吉尔，打得他是毫无还手之力。可骚，他怎么能这么变态？跑，一定得跑！拥有翅膀的情况下，他的速度比迪迦空中行还要快，眨眼间就飞出大气层来到太空。大古很疑惑，他为什么不追？而你这边看吉尔飞得差不多了，双手交叉，从武装上引出闪电状的能量，层叠风暴。一道璀璨的蓝白光线以光速直奔太空，瞬间吞噬了吉尔。不！大沼庆子都疯了，谁家正经奥特曼喜欢从地球往外太空放光线啊？大古与黑暗三人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这就是奈克瑟斯的最强实力吗？太他妈恐怖了，也太他妈装逼了吧！良久，你的声音在公屏响起，全体回基地。丽娜疑惑，副队长刚刚打那么激烈，你去哪了？怎么都没见到你？胜利队众人纷纷诧异。对呀，奈克瑟斯登场了，副队长消失，吉尔爆了，副队长又出现了。难道说你没有理会他们，找到黑暗三人组？不好意思，差点出幺蛾子，抱歉。卡米拉冷哼，别忘了你的承诺就行。一旁达拉姆凑上前，可否分享下您变强的秘密吗？你沉思片刻，变强的秘密吗？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要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，即便他们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。此话一出，黑暗三人组怔住了。守护万家灯火吗？3000万年前，迪迦就是因为这些而放弃了和我们的承诺吗？你笑了笑，相信你们以后也会找到自己要守护的东西。卡米拉释怀的笑了，谢谢你，我好像明白了一点。TPC 宿舍内，大古嬉皮笑脸的走上来，副队长，你没在现场是不知道，奈克瑟斯下手是真狠，大沼庆子那么好的腿，居然直接打死。你嘴角抽搐，大古你是真的饿了，连基里艾洛德人都幻想，而且卡米拉就在隔壁，你不怕被打死？正当大古要离开时，你感应到门外有股恐怖的黑暗之力在涌动，紧忙拦住大古，要么走窗户吧。大古疑惑，副队，外面可是大海呀，走窗户会死的。我觉得你现在跳窗的生还率比较高。大古不信，直接拉开了宿舍大门。只见卡米拉站在身前，脸上尽是幽怨。人我带走了，明天一定会完整归还。你耸耸肩，随便，别打死就行。大舅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伴随着皮鞭抽打的声音，这一夜大古享受到了戈尔赞的顶级待遇。一日，你找到泽井总监，凤凰号与亚特第4号得加快，基里艾罗德人会卷土重来的。什么？泽井惊了，他不是被你给打爆了吗？你摇摇头，不，打爆一个基尔，还会有千万个基尔，那个基里艾罗德之神说不定会降临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根本不是对手，况且他们还能融合。泽井点点头，好，我会让下面加快进度的。望着泽井担忧的样子，你忍住没告诉他真相。基里艾罗德之神不可怕，加坦杰厄也就那样，怕的是古兰斯菲亚融合加坦杰厄，那到时候闪迪都未必能赢。突然总部响起警报，野瑞调出卫星监控一看，从轮廓上来看是怪兽，你意识到那是木星探测计划中消失的吉普塔3号，如今遭遇斯菲亚的融合，变成了利加德龙。没多久，怪兽降落到鹿岛海滩，开始破坏那里的宇宙开发局。居建会很淡定，那里有最新的 DCS 防御系统，不必过于担心。你急了，处
除野瑞外，所有人上战机，以最快速度赶到那儿，因为 DCS 防御系统可能无法起作用。果然，随着利加德隆的前进 ，DCS 防御系统刚开启就被强行入侵关闭。好在胜利队已经赶到，德克萨斯豹轰射而出，将利加德隆的半条胳膊炸断，吓得他原地起飞跑路。宇宙开发局星城发出疑问：副队长，为什么 DCS 系统没有启动？你淡淡回应一句：因为利加德隆里面是吉普他3号的3位队员，而制造 DCS 的人正是其中的江奇博士。轰！星城的脑瓜子一下炸了，入侵地球的是我们自己人。很快，怪兽断臂被运回基地，你偷偷溜到仓库观察。果然如我所料，你掏出进化信赖者，伴随着光芒闪过，奈克瑟斯与怪兽断臂出现在基地上空。胜利队众人惊讶不已，为什么奥特曼会忽然出现，手里还拿着那个断臂？随着光能量的输入，一个斯菲亚从中飞出，你大手一挥，直接将其打爆，而那条断臂也退回了吉普他3号零件模样。这下胜利队都明白了，吉普他3号被不明物体入侵后变成利加德隆，那里面3位宇航员岂不是？想到这，星城内心不禁一抽。此时你已变回人间体，来到司令室，把一个 U 盘交给绝景，试试看几天内能不能攻破这个技术。如果可以，那3位宇航员还有变回人类的可能。闻听此言，星城差点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你给了他一逼斗，哭什么哭？全体准备1级作战状态。这一次的敌人很强。天台上，你单独一人在那发呆，泽井走了过来。这一次的敌人很棘手吗？难得见你如此惆怅。不，你叹了口气。利加德隆还好，但从刚刚被我打爆的斯菲亚看来，意味着10年后的敌人有可能会在短期内进攻地球，现在只不过被阻挡在宇宙。此言一出，泽井都惊呆了，竟有人在宇宙阻挡如此凶险，也是奥特曼吗？你点点头，没错，他是10年后会在地球出现的奥特曼，名唤戴拿，由飞鸟星继承父亲的光而成。但现在在宇宙阻止斯菲亚的，正是飞鸟星的父亲，飞鸟伊马变身的戴拿奥特曼。这下泽井彻底怔住了。那我们现在去支援他吗？你摇摇头，等亚特第4号完全开发出来后才有这个可能，毕竟需要超过光。突然你想到一个对呀，让他去找不就好了？你紧忙找到黑暗3人组，希特拉，我给你一个任务，去宇宙寻找戴拿，支援他，并且带他回来。任务有点艰难，希望你体谅下。没问题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希特拉很是失误，主要是看到你之前那恐怖的实力。一旁达拉姆开始阴阳怪气，哟呵，希特拉你出息了，居然对一个光之战士趋炎附势，什么话这是？希特拉急了，我希特拉一直以来心向光明，当年只是误入歧途，而且你去外面打听打听，当年被我杀死的戈尔赞与梅尔巴，没有100也有80吧？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你拿我祖宗刷战绩。卡米拉看出问题，怎么了？是发生变化了？你点点头，没错，事关地球存亡。如果宇宙中那东西与加坦杰厄联合，那就该找个小孩搁那喊干巴爹了。卡米拉听不懂，为啥要找小孩喊干巴爹啊？1日，利加德隆再次出现，目标是赫奇发电站。你紧忙询问绝景，完成了吗？副队长，再给我2分钟。你无奈，这比消炎还卡点。记住，这玩意儿只能打在奥特曼身上，别射错了。交代完后，你发出指令，大谷星城1号机，丽娜中方跟我上2号机，出发。2台战机当即飞出基地。当抵达现场时，利加德隆已经在撕扯电源线，中方立刻下令攻击怪兽，给绝景争取时间。星城驾驶飞燕1号耍小聪明，绕到怪兽背后玩偷袭，却没想对方早已发现，转身就是一发光线，飞燕1号再度坠机。你无奈掩面，真他妈丢脸啊！绝对是星城主驾驶的。丽娜也附和，没错，大谷技术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一定是星城。刚跳伞成功的星城听到自由麦后，一口气提不上来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大谷无语，你这王牌飞行员有什么好气的？在知道对手强大的情况下，大谷没用复合型去试探，切换大谷快乐型猛就完事儿了。你疑惑咋不切空中型呢？当看到利加德隆后面那3只脚时，瞬间明白那是大谷刻在 DNA 里的记忆。战场上，迪迦跳至怪兽背后，一手成刀刚要劈下时，突然愣住了。原来利加德隆高65米，大谷只有53米，手太短劈不到啊！胜利队也沉默了。不是，迪迦跳到怪兽背后发什么愣？干他呀！正想着，利加德隆反身就是一逼斗，将其抽飞了过去。可骚！大谷艰难爬起来，就让你看看我训练成果吧！旋即双脚一蹬，跃至空中，凝聚火焰于底部，呲啦一声，利加德隆头后面的3个脚全断。我操！你人都看麻了。雷欧飞踢，这货无师自通了雷欧飞踢。
接着大古切换为空中型，躲过利加德隆的反击，在一瞬间切回了快乐型电击拳，一套组合下来，打得利加德隆亲妈都不认识。就在这时，绝景驾驶1号机赶到，各位久等了，迪迦还撑得住吧？你嘴角抽搐，你再不来，我怕利加德隆要被大古活活干死了。下一秒，飞燕1号发射生命转化光束到迪迦体内，大古秒懂切换回复合型超级生命转换光线。至此3位宇航员成功与利加德隆分离，大古也再度释放载佩里奥，将其彻底毁灭，成功了！中方与丽娜互相击掌，将奇博士他们都回来了。宇宙中，希特拉不断在乱逛，除了地球的方向外，他完全就是个路痴。不过倒是遇到个自称宇宙正义使者纳坦星人，狠话还没放2句，就被希特拉一招给干掉了。直至溜达半个月后，来到一片星域，发现这里一颗星球都没，哪怕陨石都不存在。这跟陈平安跟我说过的特征很像，应该距离不远了。突然，前方出现无数网格状发光球体，朝着自己飞来。希特拉紧忙使出光线横扫，轰轰轰轰轰，一大片斯菲亚爆炸，然又有更多的斯菲亚相继而上。眼看希特拉要被附身时，天空飘来一道星光。伴随着一声战吼，索尔杰特光线横扫而出，斯菲亚全灭。希特拉欣喜不已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戴拿奥特曼。